叫牛郎。老黄牛建议你去偷织女的衣服，然后把织女带回家做你的妻子。可最后你却杀了老黄牛，抽出他的骨头放在祭台上。你不是恨他，而是想要用他祭天，并以此吸引喜鹊搭建鹊桥。因为这在不久前，织女被王母派来的天兵抓了回去，只剩下你和2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在人间尝尽相思之苦。所以你想再见到织女，再次亲吻她那带着锋利口气的嘴唇，抚摸她长满利刺的双手，然后轻柔地对她说一声：“跟我回家吧，我的妻。”老黄牛对你来说并不是牲畜，而是你在世界上唯一仅剩的亲人。自从当初父母双亡后，你的哥哥就嫌弃你，他抢夺走了所有财产，将你赶出了家门。你的嫂嫂将家里所有的粮食都锁起来，连1粒米都没有给你，还满脸不屑地啐了你一口。像你这种疯子就应该早点死，不要祸害别人。哥哥在旁边跟着破口大骂，仿佛你不是他的弟弟，而是他的仇人一般。你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衣，孤身一人走在冰天雪地里，只有老黄牛毅然决然跟你离开，从始至终忠诚地陪在你身边。在你最孤独绝望的时候，是老黄牛开口安慰你：“牛郎不要怕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”听到老黄牛突然口吐人言，你吓了一跳，他不是一头牛吗？怎么会说人话？老黄牛告诉你：“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”你虽然有些惊讶于老黄牛的与众不同，但却并没有把他的话当真。天寒地冻，你身上只有一件单衣，连1粒粮食都没有，可能等不到明天。你不是被冻死，就是被饿死。至于旁边这头会说话的神奇老黄牛，你很怀疑他也许是你临死之前最美好的幻想。可是老黄牛却为你偷来了热饭热菜，看你贪婪的狼吞虎咽。老黄牛再次向你讲述了一个故事，他原本是天上的金牛星，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，而你原本也前世也是天上的神仙，只是来人间历劫的而已。老黄牛前世和你是好兄弟，所以才会下凡来帮你。他说他会满足你所有的愿望，你简直又惊又喜。自从你出生后就一直被哥哥嫂嫂欺负，如今绝处逢生，终于有了一位可以谈谈心里话的家人。至于你的愿望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有几亩薄田，衣食无忧，最后最好再娶上一位美丽的妻子。老婆孩子热炕头，老黄牛带着你在遥远的深山开垦了一块荒地，你们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田地里耕作。每当饥饿难耐时，老黄牛就会带你去啃草根树皮；每当你孤独寂寞时，老黄牛就会陪你聊天谈心，让你的日子过得轻快很多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你凭借着老牛的帮助白手起家，总算是开出了10亩薄田，搭起了一座简陋的茅草屋。你年纪渐渐长大，开始羡慕别人身边有妻有子的温馨生活。可是你太穷了，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你，就连你拿出所有家当去哀求，没人给你说媒，没人都不屑一顾，甚至在路上碰到了都会躲着你走。从此你便明白了，你没有娶妻子的资格。老黄牛见你心灰意冷，有些于心不忍，便偷偷告诉你，天上有一位名叫织女的仙子，她长得倾国倾城，又特别向往人间，想与凡人白头偕老。你听得热血沸腾，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善良的仙女，放着天庭美好的生活不要，反而主动要来人间吃苦遭罪的吗？这样的仙女不正好与你天生一对吗？你迫不及待地请求老黄牛帮忙，我想娶织女，想要和她组成一个小家庭。牛郎善解人意的点点头，他让你骑着它。下一刻，老黄牛随风而起，快速地飞到了天边，穿过洁白的云层，你看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湖泊，湖泊上仙气萦绕，一位美丽的仙子正躺在湖水里。仙女摆动着长满倒刺的18条腿，撩起蔚蓝色的湖水，洒落在她长满锋利口气的脸上，发出一声舒服的长叹。她身后的穷山峻岭上盘旋着漆黑的喜鹊，喜鹊的身体早已腐烂，流着浓绿色的腐臭液体，随着它们扇动翅膀，一堆又一堆的虫子从喜鹊身上落下，掉进湖水里，又从水底游到了仙女身上，偷偷地爬进她的身体里。你看得两眼痴迷，忍不住向前踏出一步。喜鹊仿佛听到了你的声音，立刻转头齐刷刷地看了过来，它们那占据了整张脸的绿色双眼，散发着诡异的光芒。喜鹊张开布满利齿大嘴，发出愤怒的嘶吼声，你吓了一跳，连忙向后退去。而此时听到动静的织女突然睁开眼睛，那密密麻麻成千上万的小眼珠子看向你的时候，仿佛散发着一种令人骨头都要酥掉的妩媚。她轻柔地开口询问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擅闯瑶池？”仙女的声音粗糙嘶哑，可是听在你耳朵里却是优雅的如同最高等的乐曲。老黄牛在旁边偷偷告诉你，这位仙女就是天宫中大名鼎鼎的织女，只要你去偷了她的衣服，她自然就必须随你去人间了。此刻织女已经从湖水中站了起来，她3米多高的身高像一座小山似的俯视着你，巨大的阴影笼罩着你，可是你却丝毫都不怕，你只是痴痴地看着她壮硕的身体，还有那不断在身体里爬进爬出的蛆虫。你觉得她身上的每一处地方都是那么的美丽优雅，让你被迷得离不开眼睛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你的心跳快得仿佛肋骨一般，你立刻就明白了，你坠入了爱河，你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织女。她的容貌是如此的美丽动人，她的一举一动是如此的充满魅力，让你忘记了对天庭对神仙的恐惧与敬畏。你二话不说就冲过去抱走了织女的衣服，衣服上散发着浓烈的腥臭味道，让你忍不住低下头去，将脸深深地埋在衣服里，狠狠地吸了几大口。这个味道实在是让你太着迷了，一想到只要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以后就能与拥有这样浓烈的腥臭味道的女人朝夕相对，你心里就说不出的欣喜。果然看到衣服被你拿走，织女着急地向这边走了过来，你连忙躲到老黄牛身后，着急地问他：衣服已经拿走了，那下一步你该怎么办，才能让织女心甘情愿地跟你回到人间？老黄牛劝你不要怕，织女没有了雨衣就无法停留在天宫中，她只能跟着你回人间，你只要带着衣服走就可以了。但是你有点犹豫不安，这样的话，你岂不是在胁迫织女做你的妻子吗？这和
拐卖妇女的人贩子有何区别？要知道，人贩子在房间是要被凌迟处死的。你想要妻子，你想要美丽的妻子，但不代表着你想受尽千刀万剐而死。可老黄牛只问了你一句话：织女漂亮吗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漂亮的。你这一辈子都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你很喜欢她，除了她你谁都不愿意娶。老黄牛闻言点点头，那不就对了？织女向往凡间，想要与凡人结婚生子，而你喜欢织女，想要把她娶回家，这不就是天作地设最相配的一对吗？果然，织女洗完澡以后便爬上了岸，她长满倒刺的18条腿，慌乱的在瑶池边上跑来跑去，一副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手足无措的模样。你看得于心不忍，便主动走到了织女的面前，抖一抖手里拿着的雨衣。仙女，你是在找这件衣服吗？织女用18条腿遮住了自己毛茸茸的身体，捂着羞红的脸低下头，只有那几千双眼睛害羞的偷偷看着你，嘴里的话带着一股娇嗔的撒娇意味。你这个坏人，怎么能偷我的衣服？现在瑶池已经关闭，我回不到天庭了。若是被王母知道了，定会惩罚于我该怎么办？你闻言心中暗喜，既然回不去了，那正好随你回人间去。你见到他的第一眼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他。如果织女你愿意的话，我想和你结为夫妻，以后白头偕老，恩爱两不疑，最好再生几个孩子。以后织女在家里织布缝衣，相夫教子，而你在外面辛苦劳作，养家糊口，这样美好温馨的日子，想想都美得很。织女仿佛被你的一番美好的幻想说服了，她害羞地拽起你的衣袖，低声说：好，我同意嫁给你。那现在我们回家吧。你将她抱到黄牛的背上，你们两人骑着老黄牛一起回到了凡间。当天你们便对着天地行了拜礼，正式结为了夫妻。你拉着织女走进简陋的洞房，虽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但是只要织女站在那里，你就感觉这破败的茅草屋蓬荜生辉，她美丽妩媚的容貌让你如痴如醉，难以自拔。你对着老黄牛拱手一礼，一一道礼，谢谢你老黄牛，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我此生此世都娶不到这样漂亮的妻子。老黄牛微笑着摇摇头，这场姻缘得来不易，你们可是跨越了人仙之间的阻碍才能够在一起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白头偕老。你谢过老黄牛。这一晚上洞房花烛夜，你第一次感受到人生有多美好。清早起床后，你紧紧地抱着怀里的织女，亲吻着她满是利齿的口气，抚摸着她长满倒刺的脸庞，与她那几千双眼睛深情对视，商量着以后要如何维持生计。现在你是有家庭的人了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得过且过，你舍不得新婚妻子跟着你受这种苦，3天饿9顿，吃糠咽菜。织女劝你不用担心，她在天上是专门负责织丝绸的仙子，只要随便挥挥手，就能一下子织出9000多匹的丝绸来。虽然来到人间后，她的法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，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地织出精美的丝绸，但是精湛的技艺也足以让她用来养家糊口了。可是你们家穷的连碗都只有一个，就更不用说织布机这样贵重的存在了。你有没有办法？只能去找哥哥帮忙。哥哥闻言有些诧异，你一个大男人拿织布机有什么用？不会是想骗出去卖掉换钱喝酒吧？你羞涩地低下头，告诉哥哥你已经结婚了，现在你也是有妻子的人，所以想要借织布机回去，然后仿照着织布机自己打一架出来，让织女以后都能够凭借织布料来赚钱。哥哥不认识什么织女，但是他听到你竟然已经结婚了，哥哥瞬间露出震惊的眼神，仿佛有人愿意嫁给你是什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样。你心里有些不高兴，并没有说出织女是仙子的事情。哥哥在震惊过后便是大为欣慰，不管怎么说，弟弟居然找到了妻子，这也算是一件喜事。俗话说先成家后立业，也许有了妻子的管束，弟弟就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。可是嫂子却是满脸不屑，甚至怀疑你在吹牛一个穷的叮当响的小子居然没有冻死饿死，甚至还能娶上媳妇儿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有哪家好人家的姑娘会愿意嫁给你这样的穷光蛋？你没有理会阴阳怪气的嫂子，因为在你看来，你娶的可是天上的仙女，凡间的这些凡夫俗子肯定会对你羡慕嫉妒恨，你不会在意他们的冷嘲热讽，你只是说服了哥哥，借走了他们家的织布机，你连夜仿照着织布机打造了一台新的。织女开心地坐在织布机面前，18根腿脚一起在织布机上动来动去，繁忙地操作着，有着仙界锻炼出来的精湛技艺，很快一匹质量精美、花纹独特的棉布就织了出来。你震惊地看着这块漂亮的棉布，本想伸手摸一摸，双手却抖得无法动作，实在是这棉布太好看了。平日里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灰色棉布，在织女的操作下变得华丽又精美，拿出去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你忍不住抱着织女亲吻着她，锋利大口气，娘子真厉害，以后家里生计就全靠你了。织女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着你的脸颊，轻轻地笑出了声。夫君不要担心，赚钱只不过是小事一桩。你闻言有些惊讶，有钱走遍天下，无钱冻死饿死，连赚钱都不重要，那还有什么是比这更重要的？织女发出痴痴的笑声，猛地张开18条腿，一把将你抱入了怀中，锋利的口气啃噬着你脖颈，仿佛要从里面吸出血来一样。还不等你表示反抗，织女就拉着你钻进了被窝里，用行动告诉你是什么意思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夫君，什么钱不钱的都不重要，我只想给夫君生一个孩子，继承牛家的香火。面对妻子主动的邀请，你又有什么可以拒绝的呢？等到第二天你醒来时，织女已经将布匹全部织完，你带着布匹来到镇上，精美的棉布很快便俘获了镇上的所有居民，不到1个时辰你就把货物卖光了，怀里揣着一大包银子往家里走，嘴角的笑容压都压不下来。可是刚进村子，你就被哥哥和嫂子堵在了半路。你有些惊讶，哥哥嫂子一向把你当作瘟神一样，看都不想看你一眼，这么些年来他们没有主动过来欺负你，你已经是感天动地了，现在这两口子怎么突然又来了呢？嫂子舔着笑脸不停地向你道歉，牛郎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无事生非，以后我保证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毕竟你是一个大男人，不想跟女人计较，况且以前的苦难已经过去，现在的你过得无比幸福，没工夫浪费在这些不值得的人身上。听到你这么说，嫂子才略略感到安慰一些，这时他们才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听说弟弟你娶了妻子，结婚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来参加婚礼，虽然你已经分家出去了，但咱们是兄弟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，我和你嫂子自然是要来看看弟妹的。你觉得他们说的很对？在想着织女在凡间并没有亲朋好友，平日里除了织布就是洗衣做饭，你
不在家的时候，他肯定会很孤独。若是能和哥哥嫂子打好关系，那么平日里他至少也有个说话谈心的人。于是你开心的将哥哥嫂子带回了家，然后招呼娘子出来和他们见面。可是就在织女从屋子里走出来的那一刻，哥哥嫂子仿佛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吓得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，便双腿一软倒在地上，连滚带爬的向后爬去。你见状有些惊讶，好端端的哥哥嫂子怎么吓成了这个德行？你将哥哥搀扶起来，可是嫂子是女人，男女有别，你也不好意思伸手，当即便冲着织女招招手，让她过来把大嫂搀扶起来。可是随着织女的靠近，大嫂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脸色白得毫无血色，她连滚带爬的向外爬，一边爬还一边哭喊着：“不要过来，你这个妖怪，不要吃我！”哥哥也一把将你拉过来挡在身前，声色俱厉的冲你嘶吼：“牛郎，你疯了吗？怎么把妖怪养在家里？你是想吓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家产，对不对？”你听得一头雾水，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，什么怪物？这整个院子里除了哥哥嫂子，就只有你和织女了，你没有看到任何妖怪。可是听到你这么说，哥哥嫂子却更加害怕了，甚至看你的目光也像是看到了怪物一般。哥哥还在激动地嘶吼着：“别看着了，快点去找大师来！你的娘子是个妖怪，快点让法师把她消灭了吧！”你这才明白，他们在这里又喊又叫又闹腾的，搞了半天是把你的妻子当成了妖怪。你不明白，这么漂亮的女子怎么会是妖怪呢？难道就因为她长着锋利的口气和充满倒刺的18条腿吗？可是这样的织女看起来更加漂亮了呢。你怀疑哥哥嫂子是故意的，他们见你娶了妻子，生活又蒸蒸日上，所以心里不平衡了。尤其是看到织女长得这么漂亮，他们肯定是羡慕嫉妒恨了，所以才故意污蔑织女是妖怪，想要将她除掉。哥哥被你一番话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全身颤抖了半晌，他才一咬牙下定决心，抓着嫂子就往外面跑，仿佛身后有豺狼虎豹在追一般。你当时有些疑惑，还有些恼怒，哥哥嫂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他们主动提出要来家里看望你的妻子，可是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行为来？这不是故意打你的脸，羞辱织女吗？你拉起织女的手向他们追了过去，想要问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哥哥吓得跑得更快了，只是远远地冲你怒吼：“牛郎，你留步吧，不用送了，今天我们家里有急事，改天我再来看望你们。”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视线中后，你心里却是有种隐晦的快感。哥哥一向讨厌你，嫂子也看不起你，他们两个经常欺负你，可是现在你有了如花美眷，还有了幸福的家庭，而且妻子还这么能干，能够帮你一起挣钱补贴家用。哥哥嫂子他们肯定是嫉妒你过得好，所以才故意做出这种奇怪的行为来恶心你。可是织女不知道人心险恶，看到哥哥嫂子这样，她难过的低下了头。夫君，哥哥嫂子这是怎么了？他们是不是很讨厌我？你摸摸她长满利刺的脑袋，成千上百只蛆虫从她的脑壳里钻出来，亲密的啃食着你的手指，让你心里油然而生一股酥酥麻麻的感觉。你温柔的安慰织女：“娘子不用担心，哥哥嫂子他们一向都这么奇怪，以后熟悉了就习惯了。而且娘子你长得好看，织布还这么厉害，他们怎么可能讨厌你呢？”说着，你拿出一袋子碎银，这是卖布匹得来的钱，以前你辛苦工作，大半年都不一定能赚到这么多，这都是织女的功劳。织女见状，心情果然好了很多，她拉过你的手，放在自己覆盖着坚硬甲壳的腹部，羞答答的在你耳边低语：“夫君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”你闻言欣喜若狂，你和织女才结婚不到2天，她竟然就有了孩子，你马上要做父亲了。织女真的是你的福星，在她出现的那一刻开始，你的妻子有了，钱有了，孩子也有了，你的人生已经圆满了。你内心长满了兴奋与激动，当即一把抱住妻子，啃噬着她那6张长满利齿的嘴唇，锋利的牙齿划过你的嘴唇，带着铁锈味的血液从唇角滑落。织女忍不住趴在你身上，贪婪地吸食着你的血液，你却丝毫都不觉得疼，反而抚摸着她长满倒刺的18条腿和身上小心翼翼探出来的蛆虫们，感觉此刻的你是如此的幸福。妻子身上每一个地方都让你觉得无比漂亮，让你忍不住的沉醉其中不可自拔。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织女的肚子也渐渐的大了，每天晚上她都会用锋利的18条腿掀开护在小腹上的甲壳，露出透明的肚皮给你看，那透明的肚皮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蛆虫与虫卵，还有你的一双儿女，你能够清楚的看到他们正在和蛆虫玩耍，时不时的还会抓到蛆虫塞进嘴里，你激动的浑身颤抖。这就是你的孩子，你马上就要做爹爹了。你的孩子们是如此的聪明，还没有生下来就已经学会给自己找东西吃了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你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干劲，天还没亮就去田间工作，你想要多赚点钱，让你的儿女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。可是幸福的人总是会引来各种各样的嫉妒。一天深夜里，老黄牛突然冲进你的房间，将你叫醒，焦急地说：“牛郎不好了，你哥哥嫂子找来一个道士，要杀死你的妻子和孩子。”你吓得从床上跳了起来，这怎么能行？妻子是你的福星，只要与你白首偕老的人，孩子是你们爱情的结晶，无论哪一个，你都不允许有人来伤害他们。你拎起柴刀就要出去和哥哥嫂子拼命，可是却被黄牛拦住。黄牛劝你不要着急，那道士是个骗人的神棍，他的真实身份是癞蛤蟆变成的精怪。你闻言却是非常为难，如果对方是个人还好，你可以把他们打跑，但是精怪就不一样了，能化成人形的精怪至少都有几百年的道行，远远不是你一个普通人类能够抗衡的。你当即心急如焚，想要将织女叫起来逃跑，可是织女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你担心走不到半路孩子就会出事。正在焦急间，老黄牛突然下定了决心，他告诉你还有一个办法能够杀死这只精怪，你捅我几刀，然后将我的血洒在那精怪身上。我是天上的金牛星下凡，我的血液里还残留着一丝仙力，仙力就是精怪的克星，那蛤蟆精必会现出原形，到时候你就能趁机除掉它。你闻言害怕的摇摇头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老黄牛是你唯一的家人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是老黄牛帮助了你，陪着你一起走到了今天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害他的。老黄牛却告诉你没关系，反正他也不是普通的牛，而是天上的金牛星下凡，只是被捅几刀，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而已。经过老黄牛的再三保证，你才放下心来，小心翼翼的在他手臂上划了一刀，绿色的血液喷涌
而出。你赶紧拿碗接着接了整整一大碗金牛血液，然后偷偷的躲在大门后面，静静的等待着那蛤蟆精的到来。果然没多久，蛤蟆精就翻墙而入，小心翼翼的朝着你的卧房走去。想到还在卧室里睡觉的妻子，你顿时不再犹豫，端着一大碗金牛血就冲了出去，猛地泼到了那道士的身上。下一秒，那道士捂着脸摔倒在地，痛苦的嘶吼着。没多久，那道士就现出了原形。你凑近一看，原来是一只癞蛤蟆。你顿时怒从心头起，原来老黄牛说的都是真的，哥哥和嫂子竟然真的找了妖怪，想要害死你和织女。你当即抄起柴刀，一刀砍向那蛤蟆精。蛤蟆精的一条胳膊被你砍断，他倒在地上痛苦的嚎叫着，那属于蛤蟆的圆鼓鼓的肚子也随着他的吼声微微颤动。这个场面有一点滑稽，你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那蛤蟆精听到你的笑声后，猛地抬头看向你，脸上带着一种恐惧和绝望，这样的表情和人类没有什么区别。你只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害怕你，明明人类才更应该害怕妖怪才对。可是还没等你想明白，就听到老黄牛在旁边大吼着：“牛郎加油，杀了他！”你当即不再犹豫，举起柴刀砍下了蛤蟆精的脑袋。这下蛤蟆精彻底没了气息，你对老黄牛感激至极，这一次又是多亏了你救我们，不然的话我和娘子早就被这蛤蟆精吃掉了。老黄牛谦虚地表示这不算什么，毕竟你一直将他当做你唯一的亲人，都是自己人，他当然不会看到你们全家被人所害。你听得唏嘘不已，哥哥是这世界上唯一和你血脉相连的亲兄弟，可是他们两口子却联合起来，想要害死你和你的妻子，而老黄牛甚至连人类都不是，却能够陪你忍冻挨饿，带着你度过那段最艰苦的日子。自那之后，生活就又开始变得平稳起来。没多久，织女就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两个孩子都继承了织女的美貌，男孩有4只眼睛8条腿，容貌和织女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女儿容貌跟你更加相似，但是她头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蛆虫和织女身上的并没有什么差别。第一次当父亲的你兴奋得无以言表，死死地抱着两个孩子不肯放手。如果不是女儿的12条触手狠狠地抽在你脸上，恐怕你还要继续亲吻他们那长满黑毛的小脸蛋。孩子们都非常懂事，每天你从田地里回来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欢快地扑进你怀里，不嫌弃你身上的脏污与汗水，10几条舌头一起疯狂地舔舐着你的脸颊，9张嘴一起甜甜地喊你父亲。你心里感动极了，觉得生活越来越美好。不过甜蜜的同时，你肩上的担子也加重了。这两个孩子非常挑食，不肯吃生肉与活物，你急得吃不下睡不着。人怎么能够不吃生肉呢？而且活物是最新鲜的、最营养的吃法就是抱着活生生的猎物，使劲的撕咬吞吃。可是你又舍不得为难孩子，只能在每天耕完地以后进山林打猎，每只猎物你都会特意活捉回来，让织女一口咬掉脑袋，然后把鲜血和新鲜的肉喂进孩子嘴里。每次看到织女贪婪地吸食着猎物的血液，撕扯着猎物身上的肉，你心里便会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幸福感。果然，你还是最爱织女这样的姑娘，她吃东西的样子让你更加着迷。只可惜你的两个孩子并没有继承到织女的这一优点，他们死活不肯吃生肉，非要逼着你把肉炒熟了才肯吃。即便你用尽了办法，连家法都请出来了，他们也只是勉强同意喝生血，每次喝的时候都表情痛苦，仿佛在吃黄连一样。因为这个吃饭问题，你已经打过他们几次了，但是根本没用，反而把自己心疼的要死。最后你只能选择妥协，他们想怎么吃你就怎么给他做，谁让他们是你最疼爱的孩子呢？织女对此也并没有意见，但是她也心疼你耕地和照顾孩子的辛苦，所以她变得更加温柔体贴。每天你耕地打猎回来以后，她都会挥舞着18条腿为你按摩，消除你的疲惫，你感动至极，每晚都会抱着她亲吻着她的8张嘴，一一舔舐过她锋利的口气，摸遍她全身的黑毛与倒刺，以及那些争先恐后从甲壳里钻出来的蛆虫。你觉得婚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无比幸福，你心里祈祷着这样的生活能够一直继续下去。但事与愿违，很快织女偷下凡间与凡人相恋结婚生子的事情就被王母发现了，她大发雷霆，亲自带着天兵天将来抓捕织女。只见原本晴光万里的天空，突然间黑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你那加固了好几次的茅草屋都被龙卷风撕成了碎片。你顾不上地里被雷劈成了焦炭的庄稼，立刻跳到老黄牛背上，疯狂地冲回了家里。此时织女也扔下了织布机，死死地抱着一儿一女，毫不畏惧地与天空中的王母理论着。可是王母根本听不进去，她身上的100多条触手都在愤怒地挥舞着，狠狠地抽向织女。织女躲闪不及，很快便负了伤。她打不过王母，却能够将天兵天将从天空中咬下来，身上的蛆虫全部冲出来和天兵天将撕咬起来。王母见状不屑地冷哼一声，就凭你也敢违抗我的命令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老母猛地一抖，那10几米高的庞大身躯瞬间，全身的蛆虫都密密麻麻地掉了下来，铺天盖地地将你们一家4口笼罩其中。那些蛆虫仿佛带着剧毒，凡是被他们咬过的地方都会被腐蚀成一个黑色的窟窿。织女见状大惊失色，连忙大喊着让你们快点跑，她自己留下来殿后。王母不耐烦地冷哼一声，织女，我最后再说一次，立刻随我回瑶池，否则我就杀了牛郎和你们的2个孩子。织女顿时大惊失色，全身无力地瘫软在地。身为王母身边最得宠的仙女，她深深地知道王母是多么的冷血无情，她根本就容不下任何感情。若是织女胆敢违抗她的命令，她绝对会说到做到，将你和孩子全部杀掉。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织女只能流着眼泪放弃了抵抗，被天兵天将绑了起来。她的每一条腿都被捆仙绳死死地缠住，丝毫没有抵抗之力。你拼命地挣脱开天兵天将的阻拦，想要拉住织女的手，无论是死是活，你都想和她并肩面对。你们一家4口，即便是死也要死
死在一起。可是王母根本就没有把你和你的儿女看在眼里，在他看来，你们都是卑微如蝼蚁一般的凡人，根本没有资格肖想天上的仙女。你死死地拉住织女的尾巴，即便被天兵天将打断骨头都不肯放手。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这样彼此相爱的妻子，你怎么能够忍心放她离开？结果你就被天兵天将打断了双腿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织女被王母娘娘带走，耳边是儿子和女儿凄厉的哭喊声，织女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天边。你急得喷出一口老血，对着老黄牛拼命恳求：老黄牛，你快点驮着我飞到瑶池去，先把织女救回来，我不能没有她，孩子们也不能没有母亲。可老黄牛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，虽然他是金牛星下凡，但也无法与王母抗衡。你顿时满心绝望，痛苦地流出了眼泪。你搞不懂，明明你和织女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们还有了一对孩子，为什么王母要这么狠心，拆散你们这对有情人，让你的家支离破碎？老黄牛神色复杂地看着你，欲言又止，可最后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。自从织女被王母带走之后，你只能一个人照顾2个孩子，失去了妻子，让你满心绝望，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。田地也不想去耕种，每天只靠着织女之前留下来的布匹过活，孩子们饿得哇哇哭，你心疼无比，却没有任何心力去为他们打猎，甚至断掉的双腿你也没有心思去医治。你突然觉得就这样带着孩子们一起死去也好，这样的话你们一家3口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你会在奈何桥上等着织女，等她来找你的那一天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永生永世，再也不分开。可是这样的期望很快就被打破了，因为老黄牛告诉你，神仙是不老不死的，即便你死了也永远都别想再见到织女，而且魂魄是很脆弱的存在。奈何桥上被风吹过几百年，你所有的记忆都会消失，你不会记得自己是谁，也想不起来你要等谁，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魂飞魄散。你突然有些不甘心，你和织女彼此相爱，可才过了不到2年的幸福生活，这远远不够。你再次振作起来，将孩子交给老黄牛照顾，自己去打水，顺便给孩子打些猎物回来吃。走到河边的时候，你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只能暂且坐下来喘口气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看到了水面上的倒影，那是一张苍老的面容，眼珠子浑浊，双目黯然失色，脸皮也像是被抽干了水分一般，松松垮垮的耷拉下来。你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与此同时，河面上的那张脸也惊恐地目瞪口呆。你这才发现这张脸居然是你自己的，可是你明明才20几岁，正值青春年少，怎么会是这样垂垂老矣的耄耋之相？你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想到你和织女那短暂的幸福时光，对比如今妻子不在身边，而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快要老死了，你忍不住痛哭失声，指着天破口大骂：天地不仁，竟然如此残忍地拆散了一对有情人，让你们一家4口遭受骨肉分别的锥心之痛。可是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天没有感情，他无法体会到你的痛苦。愤怒过后，你只能强撑起一口气，打了1桶水回去喂给又饿又渴的孩子们。此时你早已老得没有力气去打猎，只能去哥哥家里借一些粮食回来。可是等你来到哥哥家时，却发现这里早已破败，昔日里的青砖大瓦房此时早已坍塌成了废墟，院子里也长满了荒草。你站在门口大声呼唤着哥哥，可是却没有人回应你，只有一只老鼠仓皇逃窜。也许是听到了你的呼声，一个老婆婆费力地从墙角爬了出来，她手脚并用地向远处爬去，背影仓皇的仿佛刚才那只逃跑的老鼠。你有些奇怪，这个老婆婆怎么会从哥哥家里爬出来？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连忙追上去询问这位婆婆：你是我哥哥的亲戚吗？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哥去哪里了？听到你这么问，那老婆婆全身猛然一震，她忽然抬起头来看向你，似乎是没有认出你这张苍老的面容。她仔细地盯着你看了半晌，才恍然一惊，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声，便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。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看起来这老婆婆好像很害怕你的样子。你摸了摸自己干瘪的脸颊，心中猜测着，也许对方是认识你的人，看到你一夜之间变老成了这副模样，才会被你吓到。于是你轻声细语地向她解释：婆婆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这家人的弟弟，我只是因为妻子被人抓走了，太过伤心，才会一夜之间老成这样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有没有见过我哥哥？听到你这么说，那老婆婆仿佛确认了什么一般，突然抓起石头就往你身上砸，一边砸一边疯狂地嘶吼着：你这个怪物，你滚啊！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？你被打得一头雾水，你和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诅咒你？你仔细地盯着那老婆婆的脸颊看了半天，终于发现她嘴角那颗红色的痣，而你那个刻薄的嫂子嘴角同样的位置也长了这样一颗红痣。你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个老婆婆竟然就是你那个才20几岁的嫂子。你大为震惊，嫂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还有你们家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荒芜破败？我哥哥呢？他又去了哪里？如果你没有记错的话，上一次你和哥哥嫂子不欢而散，距离现在也才不过1个月而已，怎么看起来仿佛过了几百年一样？沧海桑田都变了模样。嫂子听到你这么问，顿时悲愤的又哭又骂：你这个怪物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带来了那只妖怪，你害了我们，你这个害人精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顿时勃然大怒，他打你骂你都可以，反正从小到大你早已经习惯了，可是他唯独不能辱骂你的妻子。织女那么美好，他宁愿不做仙女也要和你白头偕老，嫂子有什么资格这么骂他？嫂子顿时尖叫起来，抓着石头拼命的砸你。什么仙女？她就是个怪物，你也是个怪物，你们一家子全都是怪物。如果不是你们，我怎么会1个月之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？你听得又惊又怒，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这样，也不知道好端端的嫂子为什么要污蔑织女。你觉得嫂子已经疯了，你跟她说不通，你只想见到哥哥，问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可是听到哥哥的名字，嫂子更加疯狂。你还敢问你哥哥？你明明亲眼看到的，是你亲自动的手，你为什么要装傻？为什么还要来问我？你是故意在戳我的心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你给我滚！嫂嫂抓起石头狠狠地砸向你，一副不把你砸死誓不罢休的疯癫模样。你只能狼狈地逃跑，你心里委屈极了。你好心关心哥哥嫂子，可他们非但不领情，还反过来辱骂你的娘子，给你身上泼脏水，还说什么你亲眼看到的，又亲自动手什么的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怎么不记得自己看到过什么做过什么？你饿着肚子回到家，2个孩子早
早已经饿得哭都没有力气了，你也没有力气再去找人借粮食，你只能恳求老黄牛帮忙。他不是天上的金牛星下凡吗？那肯定有办法帮你找到食物的。老黄牛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，刚才我出去找你的时候，发现隔壁有2只羊正在睡觉，你可以偷偷的过去把它们把带回来，当做食物。你想了一下，隔壁距离你们家只有5米的距离，而且还在睡觉的羊应该不难抓，你现在的力气足以应付。于是你带了一捆绳子悄悄来到隔壁，就看到树荫底下的凉席上睡着一对小羊羔，你立刻拿绳子勒住2只羊羔的脖子拖了回来，你一口咬断羊羔的脖子，温热的鲜血喷射出来，你贪婪地吸食着，隐约间仿佛听到有人在叫你叔叔，可是你没看到周围有什么人，可能是饿过头出现幻觉了吧。果然新鲜的食物是最美味的，你吸了几大口之后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便一刀砍掉了羊羔的脑袋，扔进锅里煮熟，然后喂给一双儿女。2个孩子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，抓起羊肉就开始狼吞虎咽，一边吃还一边赞不绝口。爹爹，这肉好香啊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嫩这么好吃的肉，你是从哪里打来的？你心疼地摸一摸他们长满倒刺的小脑袋，同时挨个抚摸过从他们甲壳里钻出来的蛆虫。乖孩子，快吃吧，这是爹爹今天刚抓来的小羊羔，既然你们喜欢吃，以后爹爹会抓更多的羊羔给你们。可能是被饿怕了，2个孩子一口气直接将2只小羊羔全部吃完了。你解决了2只羊头，满足地打了个饱嗝，吃饱喝足后，你的精神也好了很多。你决定了，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努力的耕地打猎，把2个孩子好好养大，毕竟他们是织女留给你的最后的珍宝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你重新恢复了从前辛苦劳作的日子，每天开荒耕地打猎，回家后做饭洗衣织布照顾2个孩子。时光匆匆1年很快就过去了，孩子们也长得健康壮实，最矮的女儿也有2米高，全身甲壳又黑又亮，刀都砍不破，那布满利齿的口气也非常尖锐，一口就能咬碎一颗山羊头，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雄壮勇猛，是你最喜欢的样子。孩子们也非常的孝顺，经常会帮你干活，8条腿一起挥舞。平常你需要干半个月的农活，2个孩子齐心协力，只要2天就能干完了。孩子们已经长大，拥有了自保之力，你心中的思念再也按捺不下去了。这1年多来，每天你都会痴痴地望向天空，幻想着能够看到被抓走的织女，期待着总有一天能够上天去与织女团聚。现在孩子们已经长大，不需要你再照顾了，你想马上去找织女，你担心再晚几年你会老死，而织女还很年轻，也许很快她就会忘了你，也许她会永远的思念你。每次想你的时候，她那几千颗眼珠子会同时落下泪来，只要想到那一幕就会痛彻心扉。你简直无法想象没有你的日子里，织女被关在那孤冷寂寞的天庭里，要如何度过那漫长的生命。你忍不住跪在老黄牛面前苦苦哀求，老黄牛，求你帮帮我吧，我不能没有织女，求你带我去见她。老黄牛神色挣扎，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。你顿时心头一喜，看样子老黄牛真的有办法让你和织女见面。老黄牛，无论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去做，只求你让我再去见织女一面，就算是要我的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老黄牛被你打动，无奈的叹息一声，好吧，你想要上天去见到织女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杀了我，用我的牛皮当作翅膀，它会带你飞上天。可是你直指天空中拿到明亮又宽广的银河，这道银河是王母带走织女的时候掰下了自己的指骨，横亘在天空中所形成的，就是为了防止老黄牛带你上天去找仙织女。更何况老黄牛是你唯一的家人，他陪你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，也是他带你找到了织女这样好的妻子。在织女被抓走之后，也是老黄牛陪伴在你和孩子身边，才让你渐渐振作起来，把孩子好好的抚养长大。面对这样倾心相待的家人，你怎么能够下得去手杀他？你已经失去了妻子，无法忍受再失去一个家人。老黄牛很感动，他没有再说话，可是你心中对织女的思念却是越来越汹涌。每当你抬头看向天空的时候，每当你看到那条横亘在你和织女之间的那条银河的时候，你的思念强烈到了最顶峰的时刻。你耳边好像听到了织女的呼唤声，你听到她在哭泣，牛郎，我好想你啊，我在天上的每一天都很痛苦，你为什么还不来救我？你眼眶一酸，眼泪瞬间喷涌而出，你大声地呼唤着，织女，你在哪里？我要怎么才能见到你？下一秒，你眼前仿佛出现了幻觉，你好像又看到了织女那美丽的布满黑毛与倒刺的漂亮脸颊，你凝视着她那千百颗眼珠子，你们深情地对望着，可是你只从织女的脸上看到了绝望，她不再说话，只是不停地喊着，夫君，夫君，救我，救我！你的心仿佛被人深深的撕裂，痛苦深入骨髓，再也无法忍耐了，伸手朝着面前的织女扑了过去，结果却扑了一个空，你倒在地上，仰望着空中渐渐消散的织女的模样，放肆地哭喊着，织女，我好想你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救你。织女的身形渐渐消散，只剩下微弱的声音萦绕在耳边，夫君，我还在瑶池，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，老黄牛可以带你来找我。你哭着摇摇头，娘子，我已经问过老黄牛了，他无法与王母抗衡，他根本无法跨越银河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织女的声音便瞬间变得更加犀利，可以的，你只要杀了老黄牛，用他的尸骨搭建祭台，就可以召唤喜鹊搭建鹊桥，你穿上老黄牛的皮就能够飞上天，踩着鹊桥来找我。你顿时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中，一边是你深爱的妻子，一边是与你相依为命的家人，你想与妻子长相厮守，但也舍不得杀掉自己唯一的家人。可是织女凄厉的呼喊声与那一声一声的夫君，让你的天平渐渐的开始倾斜，你就在和织女互诉中长中醒过来，原来昨晚都只是一个梦，是你太过思念织女，所以才夜有所梦吗？你站起身来，突然几十条蛆虫从你身上落下，你定定地看着那些熟悉的蛆虫，蛆虫身上还有着绿色的腥臭味液体，这个味道你太熟悉了，是织女身上的味道。曾经你们夜夜相拥在
一起的时候，每次你都会忍不住贪婪地吸食着她身上的美味的液体，这腥臭味道让你如痴如醉，无法自拔。你绝对不会认错的。昨天织女真的来到了你的身边，还给你留下了这样宝贵的信物。你不知道她用的是什么办法，才能与你艰难地见这一面，也不知道这样的方法会不会对她造成损伤。你越想越心焦，你实在是再也忍不住了。你怀念织女那锋利的口气，怀念她那千百颗璀璨的眼睛，也怀念她那被你一寸寸抚摸过的18条腿，再也无法压抑自己的思念之情。你狠了狠心，提起了柴刀，一步步走向老黄牛。对不起了，老黄牛，我实在是想念织女。之前你总是会帮助我，这次你也会帮助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将柴刀抵在黄牛的脖子上，老黄牛震惊地看着你，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眼泪一滴滴落在柴刀上。你心里一痛，手抖了一下，亲手杀死自己的亲人，这让你无比的痛苦。可是想到昨天梦里织女那凄厉的呼唤声，还有那一声声夫君，你瞬间狠下心来，一刀砍掉了老黄牛的头。蓝色的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散发出一阵阵奇特的香味。很快天空中被一片又一片的黑色覆盖，嘶哑的鸣叫声铺天盖地而来。你这才看清楚，那不是黑云，而是曾经在瑶池边上见过的喜鹊。它们张开满是利齿的大嘴，从天空中俯冲下来，落在老黄牛的身上，贪婪地吸食着它蓝色的血液，啃食着它那金黄色的血肉。喜鹊那双绿色的眼睛越发变得翠绿，甚至还隐隐地散发着黑绿色的光芒。吃饱喝足后，成千上万只喜鹊对着你不停地吼叫，那特殊的韵律融合在一起，汇成了隐隐约约的一道哭泣声，仿佛是在喊你夫君救我。那是织女的声音。原来梦里织女说的都是真的，老黄牛的血肉真的可以让你联系到织女，那这些喜鹊肯定也能带你找到织女。于是你立刻行动起来，将被喜鹊啃食过后剩下的老黄牛的皮做成了披风。此时老黄牛只剩一颗头颅还是完好无缺的，他眼睛里流出蔚蓝色的鲜血。你有些不忍心地问他，老黄牛你怎么了？你不是一直都很希望我成家立业，和织女白头偕老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老黄牛满脸怨恨地瞪着你，痛苦地嘶吼着，牛郎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怪物，你怎么不快点去死？你心里有些委屈，明明老黄牛自己说的他愿意帮你的，可是现在他为什么又要诅咒你？你只是想去救织女，你只是想一家4口永远生活在一起而已，为什么连老黄牛这唯一的家人都不理解你了？不过现在你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，你用老黄牛的骨头搭建成祭台，然后你将周围所有能看到的猎物全部杀死，通通摆在祭台上祭天。你嘴里不停呼唤着织女的名字，织女，我想你，我想见你，求求你给我指出一条明路来好吗？仿佛是织女对你的回应。下一刻天空中突然涌现出一道道黑色的光芒，无数的蛆虫从天上掉落，汇聚成一道奇特而又古老的阵法。你突然间灵台清明，一句句奇特而又古老的咒语从你嘴里念了出来，你仿佛又听到了织女的呼唤声，鼻尖闻到了一丝属于妻子的香味，微风拂过脸颊，就像是妻子那20米长的舌头舔舐着你时的感觉一模一样。你突然觉得身体变得十分轻盈，仿佛能够御风而行。你赶紧拉住一双儿女，欣喜地对他们说，快点跟紧爹爹，爹爹带你们去见娘亲。你们3个乘风而起，踏着鹊桥一步步前行，俯视着在1000米高空上俯视着你曾经居住的村庄，却只能看到一片片血色与腐烂的尸骨。隐约间听到村里的人在哭喊着，孩子，我的孩子去哪里了？这个声音好像是隔壁的那家那对夫妻。你突然想起来，好像的确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们家的那一双孩子了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还有人呼喊着自己的爸妈，有人呼喊着自己的哥哥妹妹。你觉得奇怪，好像在你没注意到的时候，村里人失踪了这么多人吗？不过你已经没有精力去关心这些小事了，因为你快要走到鹊桥的尽头，你仿佛又看到了那座瑶池。可就在这时，熊熊火光冲天而起，无数怪物挥舞着触手，每一个触手上面都握着一把火，在疯狂地烧毁着你脚下的鹊桥。喜鹊的羽毛被点燃，承受不住的它们纷纷溃散而去。你顿时大惊失色，鹊桥是你去救织女的唯一方法，如果喜鹊们都跑了，你还怎么见到织女？你提起柴刀疯狂地砍杀着这些怪物，他们都长着丑陋的狗头猪脸，看着你的眼神充满了怨恨与恶毒，一副恨不得将你剁成肉酱的模样。你不禁觉得心里发寒。可是怪物越来越多，鹊桥已经燃起了大火，你连忙招呼着一双儿女，快来帮帮爹爹，把这些怪物全都杀了，不然我们无法见到你娘亲。可是2个孩子却满脸惊讶地看着你，怪物，爹爹你在说什么？他们明明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，他们哪里怪了？你闻言猛然愣住，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变形，刚才还长着猪头狗脸的怪物，此刻都变成了村民的模样。祭台上摆着的也不是老黄牛，而是你的嫂子，她死不瞑目的双眼还在恶狠狠地瞪着你。那些村民们也疯狂地诅咒着你。你也想起来了，你吃的不是羊羔，而是村里那些失踪的人。你第一天带回来的羊羔之所以又香又嫩，就是因为他们还是小孩子。你顿时心神俱震，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变成杀人的刽子手？为什么今天看到的和以前看到的都不一样了？就在你快要崩溃的时候，那鹊桥的尽头传来一阵阵呼唤声，夫君，夫君，你快来救我！随着呼唤声而来的是一群又一群会飞的蛆虫，他们将你团团围住，带着你沿着鹊桥狂奔。你焦躁不安的心瞬间又恢复了平静，眼前的世界也渐渐恢复了原样。没错，他们不是什么村民，不是人类，他们就是狗头猪脸的怪物。你不再犹豫，抱着孩子顺着鹊桥奔向瑶池。在那里，你看到了织女你深爱的妻子，她还是那么的漂亮，几千个眼珠子深情地看着你，18条腿都紧紧地拉着你。你激动地抱住她，亲吻着她的每一张嘴。娘子，我好想你，跟我回家吧。可织女却突然狂笑起来，夫君你好棒，你成功地让我突破了壁垒，降临凡间。你闻言愣住了，什么叫做降临人间？什么是突破壁垒？这是什么意思？织女这才告诉你，
原来她就是王母，只是神仙之地早已沦陷，灵力枯竭，神仙全部都已经陨落，只有仙力强盛的神仙还保存着躯体，可躯体和灵魂都在腐烂，但是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现在凡间是唯一还残存着灵力的地方，但是神界与凡间有一道强大的壁垒，神仙不允许进入人间，除非人类发出强烈的召唤，亲自将神仙带入人间，而你就是那个人类。织女20米长的舌头舔舐着你的脸，擦过你的眼睛，你眼前突然一阵扭曲，然后你又看到了刚才的那幅场景，你以为的怪物不是怪物，是村民，你吃掉的猎物也是村民，你杀掉的老黄牛是你的嫂子，你杀掉的蛤蟆精道士是你的亲哥哥，而你深爱的漂亮的仙女妻子才是那个真正的怪物。她浑身散发着腥臭味，18条长着倒刺的毛茸茸的腿，还有全身布满了各种各样的蛆虫。想到你曾经亲吻过她的20米长的舌头，你就感觉一阵阵恶心。你疼爱的一双儿女则是和织女一样的怪物，你简直要崩溃了，疯狂的向外跑去，想要一跃而下。可是你刚跳下来，身体就被一条20米长的舌头拉了回去。织女那长满利齿的口气亲吻着你，夫君你要去哪里？我们一家4口终于团聚了，你不开心吗？你瞬间神情恍惚，再仔细一看，织女还是那么的美丽动人，一双儿女乖巧可爱，这样的生活夫复何求？你们一家4口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，从此以后你要和自己的妻子儿女永生永世的在一起。只是时不时的你总是会听见外面传来老牛的叫声，还有狗吠声，他们在对着你咒骂，可是你却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，只是你的猎物总是会怨恨的看着你，仿佛一个真正的人类一样。你问过妻子和儿女，可他们都说这是正常的，一直都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你有些疑惑，是这样的吗？这个场景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，这种感觉真是好奇怪啊。